好，我是最近在搬家，所以视频做的有点潦草的张大宝。今天是一款没啥新意的万圣节造型蛋糕，顺便呢，我们来简单聊一聊奶油霜。南瓜奶油霜搭配巧克力海绵蛋糕，加上神秘的东方香料13香，好像不管成分还是外表看起来都像黑暗料理，但味道其实还不错哦。配料里的13香也是大有讲究的，绝对不是抠搜 UP 拿来凑数用的。你看这个13香里面有肉桂、肉豆蔻、姜粉、丁香，这不就是南瓜巧克力的经典搭配吗？解腻又增香，一瓶顶其他香料3瓶，吃不完还能炖排骨，一点都不浪费。好了，废话少说，我们现在开始制作蛋糕胚啦。先准备材料，蛋清和蛋白分开。你们会单手打蛋吗？感觉超帅的，但是我怎么都学不会。把分出来的蛋白拿去冷冻，巧克力和牛奶一起融化。其实这里加一点可可粉会更好吃，但是上期做蛋糕用完了之后要搬家了嘛，就懒得买，这次就只放巧克力啦。低筋粉里加入灵魂13香，蛋白冻到边缘有冰渣就可以拿出来了，这样打发的时候会更加的细腻稳定。别忘了用来打发蛋清的白砂糖。材料就全部准备好啦。蛋糕的做法呢和上一期的可可海绵是差不多的，蛋白打到硬发，加入蛋黄稍稍搅拌，再分3次筛入粉类进行翻拌。加一部分面糊混合巧克力，再倒回盆里。这是做海绵蛋糕的基操，不是这一期的重点，我就不多讲喽。一般在制作甜点的过程中，扎实的蛋糕胚要配扎实的奶油，蓬松的蛋糕胚要配轻盈的奶油。海绵蛋糕它的面粉和糖的含量都高于7分，含水量比较低，所以承重性更好，所以很适合搭配奶油霜。用烤盘烤蛋糕比用原模时间短，170度烤15分钟就差不多了。冷却脱模，徒手切成棺材形状。我可没有偷吃边角料啊，厨师尝味道，这能叫偷吃吗？它这个巧克力和奶味是有点淡的，单吃的话香料味稍微有点突兀，得配上重口重油的东西才好吃。就好比你炒龙井虾仁，你肯定不能放大料，对吧？你卤煮就必须得放，是一个道理。是我的错觉吗？切完这个形状怎么这么像鞋垫呢？那么为了搭配这个鞋垫呢，不是这个蛋糕胚啊，我们就要来制作这个南瓜奶油霜了。咱们先来简单聊聊奶油霜，好久没讲理论知识啦。不爱看的朋友可以跳到3分14秒。奶油霜的英文叫做 buttercream， 就是前一段风很大的某司令的那个白脱奶油啦。白脱呢就是 butter 的音译，在黄油里加入液体等其他成分，打发搅入空气，让它质地变得轻盈，就变成了奶油霜。它特别适合做造型。众所周知，一般造型比较复杂的蛋糕呢，口味一般不太好吃。奶油霜呢，它比淡奶油更加的硬挺，不容易脱色，但代价呢就是更厚重油腻。国内现在比较流行在淡奶油戚风的外侧用奶油霜做装饰或手绘，不会太腻又好看。因为今天这个蛋糕呢，它不是常规造型，所以我还是全程用了奶油霜。按照往黄油里面加入的成分的不同呢，常见的奶油霜分为以下几种。黄油里面直接加入液体，比如水啊、牛奶啊或者奶油呢，叫做 plain buttercream， 可以翻译成普通奶油霜。简单快捷，但质地扎实，口味单调。卡士达酱加黄油呢是德式奶油霜，蛋黄加糖浆打发成法式炸弹面糊再加黄油呢是法式奶油霜。这2种都是在黄油里面加入了蛋黄制品，蛋黄的含油量是比较高的，更加饱满浓郁，更香，但是也更腻，颜色也会更黄。蛋白加砂糖隔水加热打发就是瑞士蛋白霜，再加黄油呢就是瑞士奶油霜。蛋白冲入糖浆打发成为意式蛋白霜，再加黄油呢就是意式奶油霜。这2种奶油霜呢，它都混合了蛋白霜，蛋白霜里有大量的糖，通过搅拌和加热，在蛋白质泡泡外面形成一种保护层，让你的蛋白更加的稳定。这样接触了黄油之后呢，不那么容易消泡，你的奶油霜会更加的蓬松。蛋白本身就是蛋白质和水分，口味清淡，所以做出来的奶油霜相对清爽和蓬松一些，颜色也更白。我今天来做瑞士奶油霜，把糖和蛋白的混合物隔水加热，不停的搅个5-6分钟，等你手差不多要断了就好了。有厨师机的话，我建议还是做意大利奶油霜哈，口味差不多，长痛不如短痛了，直接冲下去糖浆就好了。可以看到这个蛋白呢已经变得粘稠厚重了，温度大概在69到74度之间就可以。离火，然后高速打到硬发，瑞士蛋白霜就做好啦。因为蛋白霜里有致死量的糖，所以很黏。我的经验是它很难像蛋糕糊的蛋白那样打出一个硬直的小角，所以打到纹路清晰不消失就差不多了。不放心你可以多打一会儿，因为蛋白霜是很难打过头的。然后加入黄油，因为我的蛋白霜这个时候还是稍微有一点温热，黄油的状态呢要比制作饼干用的黄油稍微硬一点，但是稍微用力呢还是能把它捏扁，大概是17到18度左右的一个状态。如果你的蛋白霜已经冷掉了，那么你的黄油可以更软，温度也可以更高。放少许黄油，打匀了再放下一块，全放完了以后呢，再打发一会儿，直到这个奶油霜蓬松发白，你的瑞士奶油霜就做好啦。接着呢，准备南瓜的部分，把南瓜和奶油一起加热，然后打碎。我用的是淀粉质含量比较高、水分比较少的妈咪南瓜。西人他们很爱用观赏南瓜做的果蓉制作甜点啊，完全没有味道，感觉吃了个寂寞，不知道图个啥。趁热把南瓜糊和奶油霜搅拌均匀，很有秋天的感觉，多少好吃那么一点点。这一步如果把南瓜糊换成巧克力或者是柠檬牛酪，就可以得到其他口味的奶油霜。但是注意这个温度都大概要在30度左右，太高的话黄油就化了，如果太低的话你的黄油会结块。取一部分奶油霜加竹炭粉调色，竹炭加上南瓜排毒清肠养胃益气，多少是有点养生了。我买的这个竹炭粉好像是不够细，多少有点颗粒感，我觉得用柔韧性色粉会更好一点。通常情况下奶油霜调色用水溶性色素就可以了，但是特别深的颜色呢，色素用量比较大，用色粉会好一些。那我为啥用竹炭呢？养生纯天然呢。
然后咱们开始组装蛋糕，拿出2块蛋糕，刷糖浆和南瓜奶油霜码起来抹平。奶油霜呢，它的含水量相对来说是很少的，所以你的蛋糕可以很容易吃起来有点干，所以这种蛋糕一般来讲我们是需要刷糖浆的，这是和淡奶油戚风一个明显的区别。做好以后呢，咱们给它冷藏定型。另外一块蛋糕胚一样是抹一些南瓜奶油霜，然后冷藏。最近一降温呢，我这屋里温度挺低的，放一会儿这个奶油霜它自己就硬了。一般室温比较高，我还是建议你冷藏就行了，别冷冻。毕竟人生已经这么艰难了，就别给自个儿添堵了。20分钟以后呢，咱们在蛋糕体外面涂上黑色的奶油霜，给它刮平。可以看到这个粗糙的竹炭粉的质感啊，特别像水泥糊墙。用泡了热水的小抹刀来抹，可以让它更平滑一些。奶油霜抹面比淡奶油简单很多啊，你可以来回修，它比较耐造。实在是抹不平，你就给抹刀加热一下，效果就特别好了。然后还是刷子来制造一点纹理。我拍摄这屋真的特别冷啊，室温低的时候做这个奶油霜让人心头火起。这也是奶油霜跟淡奶油区别特别大的一点。淡奶油抹面的时候你室温低一点的话它更稳定，但是奶油霜一冷它就不够顺滑了。用自制裱花带呢把奶油霜挤出纹路。这个房间这个温度用奶油霜掉线，我真的是难为我了，大家凑合看吧。这是我最近拍的最蛋疼的一期视频了，搬家乱糟糟的呀，降温啊这些我就不说了。昨天我就懒了那么一下，相机放在桌上没有收。第二天早上一看，屋顶漏水了，离我的相机只有10公分，我离差点去世也就这么10公分了。幸好相机没事，要不然本贫穷 UP 的视频制作生涯也要暂告一段落了啊！每次万圣节真的是痛并快乐着，加班累得要死，但是你又有机会去做一点好玩的东西嘛。相比做一成不变的东西，我就更喜欢有挑战性一点。其实我最擅长的是做这个万圣节的闹鬼姜饼屋啊，但实在是太干了，没有人催的话，我特别容易咕咕。我这次要是点赞过500，我下期就出一期恐怖姜饼屋，估计不太行哈，最近视频点击可能都没过500。终于画完了，拿去冷藏一下，然后这2部分中间加上一点蛋糕胚和奶油霜，把它们组合起来。那么蛋糕的主体差不多就完成了。接着给剩的这个白色的奶油霜调色啊，色调稍微偏豆沙一点，红加紫加一点棕。我调色一向都是少许适量啊，就比例是多少我也不知道，就拿不准的话就是少量多次试一试就好。调色之后呢，做玫瑰，解除花心，然后一层层加上花瓣。我这次有好好练习啊，比上次做花盒的时候花型要好看一点，但是每次都是玫瑰真的好无聊啊，下次一定换个新的。做好深浅不同的3种颜色的花，然后把它拿去冷藏定型。所以你发现没有，这个奶油霜你使用的时候去造型的时候呢，它温度最好在25度左右。造型完了以后呢，再把它冷藏或者冷冻到一个比较硬的状态，就比较好去操作它。最后依然是老朋友干佩斯啊，我们来捏一个手鼓。我本来是想做一个很小的手鼓啊，从棺材里面支棱出来，但是做完蛋糕主体感觉有点小，如果需要做那么迷你的手鼓吧，有点难为我的手了，所以我给它改成了一个大爪子，从下面伸出来抓住整个棺材。即便是我做了这么大，用喷浆上色的时候，它还是到处乱跑。给你们看这个晾干以后规整漂亮的手鼓。把玫瑰装在蛋糕上。我拍这段是搬家当天啊，围裙也收起来了，色素溅得一身都是，差点被狗打死。拍的比较慌张，配音的时候杂音也比较多，有点潦草，大家凑合看哈。做好的蛋糕冻硬了以后呢，用酒精兑金粉给花纹上色。轻轻拍开，不要拖动。上遮瑕膏比较顺手的姐妹都懂的。空隙的地方挤上暗绿色的叶子，我这个叶子呢是这个玫瑰剩下的浅粉色里面直接加绿色，所以它的对比色是比较多的，整体的色调呢会偏灰一点。把晾干的干佩丝装饰在蛋糕上，奶油霜比起淡奶油来说，对糖糕类的配件友好很多，不会融化。这样子就完成了。香甜厚重的南瓜奶油霜配上解腻的13香，还是挺好吃的啊！我这种空口吃马卡龙的人吃起来毫无压力，喜欢老式蛋糕的人应该会喜欢。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是张大宝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